时隔2天，奥斯汀终于发声，意思很明显：会场不见，咱就战场见。中国回应9个字：谈可以，打奉陪，欺妄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哲。中国拒见美国防长，这个消息大家想必都听说了。这件事让美国很没面子啊，于是就放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战机南海被碰瓷的视频，对其大肆炒作。在瑞典访问的布林肯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，说中美关系的紧张是中国的缘故啊。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泼脏水行为啊，咱中国当然是不同意的。国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，现在这种情况都是因为美国没有诚意，想对话拿出点实际行动。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算是已经进行了又一轮的交锋啊。不过，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，美国防长在事情发生之后却没有及时回应此事。以他过往的行事作风来看，这多少有点不太正常。那直到2天之后，在日本访问的奥斯汀面对记者的采访终于发生了。他的意思大概有2点：第一，就是解放军战机南海上空拦截美国的侦察机，这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挑衅行为。他非常担心中国会继续这样，从而导致事态急剧失控。第二，就是中国拒绝和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进行会晤，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儿。两国保持畅通的对话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希望中国能好好考虑恢复双边的防务会谈。而美国方面虽然被中国拒绝了很多次，但是还是继续寻求对话，他本人更是欢迎任何的沟通机会。你看，不得不说，奥斯汀的这番话还真是意味深长。一向非常高调的他，原来之前是想阴招给中国挖坑啊，难怪足足等了2天才出来说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话。首先，拦截美国侦察机这事儿啊，解放军的做法合情合理，完全是按照国际法规来办事儿的。美国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中国呢？而且这件事本身也只和中美2国之间有关系，和其他国家有什么关系？说中国挑衅美国，还可以强行拉上关系；说挑衅美国盟友，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咱想一想啊，最后只能理解为，在美国看来，那些名为盟友的国家，实际上就是他美国的小弟。中国打美国这个老大的脸，不就等于在挑衅这些做小弟的吗？让脸往哪儿搁呀？这些国家不应该对此表示一下吗？说白了，奥斯汀其实就是想让美国的这些盟友赶紧站出来谴责中国，形成国际的舆论压力。另外一句话说，美国被拒绝了多次，还是欢迎任何接触的机会。你看这话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卑微了啊，是美国怕了吗？在对中国示弱吗？并不是，奥斯汀这样就是想告诉全世界，美国的姿态已经摆得很低了呀，你不要不识相啊，是中国不肯好好和美国相处的。那万一以后发生什么意外事儿啊，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冲突，那全是中国的事儿啊。最后呢，还要提到说继续下去会失控。什么叫失控？直白一点，就是发生冲突了。说的再严重一些呢，就是会场不见，就战场上见啊，那就只有2国发生正面的热战了。从奥斯汀的话中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对局势的担忧，反而是威胁的意味呼之欲出。不过，美国这样做其实希望中国妥协。我们中国还是那9个字：谈可以，打奉陪，欺妄想。好，吕志观察今天就是这样。